香菜种子泡了1晚上了，现在终于吸满水了，可以拿来种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田，今天我们来种香菜芽苗菜。种过香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，香菜的发芽比较困难，发芽的过程也比较漫长。要想让香菜比较顺利的发芽，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几个步骤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，香菜的种子虽然看起来是圆圆的一颗，但其实这一颗里面是包含了2片种子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把它放到 Zippo 袋里，用擀面杖压一压，把它压成2瓣。压成2瓣之后，就可以这样给它泡水12个小时，让它充分的吸满水分。我这个香菜种子已经泡好了，我现在用清水给它再冲洗几遍，然后沥干水分。为了等一会儿种起来比较容易，我们沥干水分之后，可以用厨房纸给它蘸一蘸。这样吸干水分之后，再把它晾一晾，就可以种植了。这些是我们今天培育香菜芽苗菜的育苗盘。这个是标准的1020的网格种植托盘，用那种有孔的普通种植托盘也是可以的。这2个是1020的底部托盘，一个是放在下面用来盛水用，另外一个是放在上面用来压盖。我们今天选择用椰糠种植，我现在先把里边盛上椰糠。这个是我使用的椰糠，我们现在先把它铺平。我们就这样给它均匀地铺在育苗托盘的底部就可以了。我们种植香菜芽苗菜之所以选择用椰糠而不用水培的方式，是因为香菜种子的发芽速度实在是太慢了，如果用水培的话，很容易造成种子的腐烂。用土培，不管是用椰糠、盆栽土还是育苗土，都没有这样的问题。我这里边之所以选用椰糠，是因为在这里边椰糠的成本是最低的。这样就铺好了，我们育苗盘里边装了大概有多1半的椰糠。现在的种子已经没有那么湿了，我们接着就把它种下去。我们种植的时候，种子尽量要撒得均匀一些。我这次是用了大概2汤勺的种子，这个就是最后铺好种子的样子。接着我们给它上面再盖上一层椰糠，我们把香菜种子给它盖住，然后这样轻轻地给它压平。接着我们给它喷上水。土壤的最佳状态是湿润但又不积水，也就是常说的半干半湿的状态。喷好水之后，我们拿这个托盘给它压在上面。最后是我们的压重物环节，这个是 Home Depot 的买的长条的水泥砖块，我们把它这样轻轻地压在上面。我们接下来就是把它放在室内60到70华氏度的温度下，等待它发芽。香菜的发芽过程非常的漫长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耐心。今天是香菜芽苗菜的第11天了，咱们把水泥块搬开，揭晓一下结果。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，看看种子的发芽情况还是很不错的，密密麻麻的白芽。接着咱们给加上1杯的肥水，我们还是使用这种氮磷钾比例是203的有机叶肥，咱们用50到100杯的水稀释，咱们1杯水加上半茶勺到1茶勺就可以了。咱们稍微混合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沿着托盘的底部给它浇进去了。咱们浇好有机叶肥之后，把小苗托盘轻轻地端起来，这样左右均匀地摇晃一下，这样能让小苗的根部能够均匀地接触到叶肥。好了，接着我们就把育苗托盘给端到灯光下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开始给小苗光照。我用2根50瓦的 T5 荧光灯，每天给它照上12到18小时就可以了。从这个阶段开始，我们开始从底部浇水，每天浇上1到2次，每次浇上1 cup 左右。肥水的话，我们大概每隔5到7天用上1次就行了。今天是第16天了，看看这些长得齐刷刷的绿色小苗，咱们凑上去闻一闻，已经有一股浓浓的香菜味儿了。土培香菜的吸水能力还是要比其他的芽苗菜高了不少。我昨天晚上加的1杯的水，现在过了1夜已经被吸干了。看看这些密密麻麻的根系，我们接着继续耐心的等待。香菜苗芽苗菜一般长出针叶之后就可以采收了。今天是香菜苗的第21天了，咱们来看一下情况。所有的菜苗几乎第1片针叶都已经长起来了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现在其实就可以采收一部分了。我一般会等到它第2片针叶长起来之后再采收。
或者是等到长出第3片针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香菜的味道会更浓，当然产量也会更大一些。最后我们再给它加上一点叶肥，这是我第3次加叶肥了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我基本上是每隔5天加一次，后面我们就不再用加叶肥了，我们就等着收获就好了。